ในน้ำเหมือนกันมาว่าของในแห้งของในน้ำเหมือนกันนะที่เขาพูดได้ฮัลโหล现在终于要离开曼谷了，要等一趟火车，离等火车开动的时间还有2个小时半，现在是12点，差不多12点。我的火车是在2点半。现在我是在咖啡厅那里叫了一杯咖啡，这是这杯。这里喝咖啡大概是90泰铢，因为是在火车站里面，现在还要等2个小时。对，终于要离开了。要坐24个小时前往马泰边境，然后再转一个巴士，坐一个大概6到7个小时回到去马来西亚吉隆坡。所以这趟呢，就是我从马来西亚吉隆坡前往泰国边境，再上到来这里曼谷，然后再前往泰国和老挝的边境，再前往到老挝的中部那里，大概用时2个星期多吧，大概2个星期到3个星期吧，我都忘记了，因为在那个火车上睡了好几晚。对，上那个火车呢，最重要是要看你坐火车要几个小时。如果是在那个睡床的火车，准备这些食物，这是我在唐人街的战利品。终于回到泰国的南部，现在我是在卡拜，坐了这个火车的旅程呢是特别的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曼谷下来这个南部这里，只需要17个小时，因为那个路途上它没有水灾，也没有下雨，所以一切都顺利。现在我已经是在哈普亚这里订了一间房，就是今天会住1晚，这个是泰南，然后明天会坐巴士回去马来西亚。现在已经成功买到了巴士票，它这里呢，我平时是坐这一家的，其实那里还有另外一家。这里去马来西亚的巴士有好几趟，所以如果是有谁有兴趣的话，就是认得这条街。我坐的巴士呢，它的名字是叫阿里山，是前往那个吉隆坡 TBS 的。现在要准备吃一个早饭，在这个哈普亚这里呢，有一个食物是非常出名的，它就是那个点心，就是这个。但是以前我吃的时候非常便宜，现在我不知道那个价格。这个是其中一家，它这里有好几家，这个是靠近我的酒店的那一家。如果是在那个疫情之前呢，这里都是满的人，这基本上是没有空位的。以前3年前、4年前，现在是疫情嘛，刚刚开放没有多久，应该是刚刚开放半年不了。现在我觉得它的那个游客还没有回来，周末可能会比较多人一些。现在是周四，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看，在这里呢，它的那个点心是和那个港式点心有一点点分别，港式点心有一点分别这里是属于泰国南部，他们喜欢用那个猪肉去弄那个猪肉丸，或者是一些鱼肉加一些虾肉。我叫了这些，还有里面还有很多食物已经来了，我叫了这个一个叉烧包，
这个烧麦、肉丸，还有菜丸，这个肠粉，还有一杯这里的咖啡。然后在这个泰南吃东西呢，就是靠近那个马来西亚，还有那个泰国边境，这里叫泰南。对，你们可以说中文，这里基本上大多数都会说中文，因为在泰南这里呢，有很多马来西亚的华裔过来这里做生意，尤其是开这个吃东西的饭馆、吃东西的那个餐馆。对，大多数都是有很多都是马来西亚华裔，或者是外国的华裔在这里开餐厅，所以在这里吃饭你不需要害怕语言上沟通不了，尽管和他们说中文，什么不明白的问他们就可以了。吃饱了，吃了七笼的那个点心。还有一杯咖啡，大概是176泰铢，还是以前的价钱，没有多大的分别。以前差不多很多年，5、6年前来这里吃也是20泰铢一笼，到现在为止还维持着那个价钱，还可以吧，我觉得。只是它的那个分量会比较小一些。如果是不介意的话，可以吃好几笼啊，一个人。现在我要去一个打卡的地方，好像那个乌云啊。现在我要用步行的去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去不去到，因为是最怕就是下雨吧，步行。现在我带你们去走打卡。现在我来到了它的一个算是打卡吗？这个后面的，它有一些这些小标志。认着这些小标志，看这里有一条河，我带你来这一区呢，这个是男人来的地方，这一区一大片，有写着它的那个门口呢，有写着那种叫做卡拉 OK KTV， 或者是那个 bar， 或者是喝酒的地方，外面有几个女孩子在那里坐着椅子，然后店里面呢是有沙发的，这些全部都是那个很多男孩子喜欢去的地方吧，就是红灯区，他们叫做卡拉 OK， 是找女孩子去喝酒、去过夜的，在这一区很多，就是刚开那个黄色的牌子，还有这条河旁边这里，这条。所以你们过来这一区呢，你们看你们是需要什么东西的，所以你们就明白一些嘛，在这里红灯区。但是我现在我不是要去红灯区那里找小姐，我是要去跟着这条路去一个叫做打卡的地方。来到其中一个地标，这个它的那个河流。其中一个地标，然后对面呢就是它的那个麦当劳，下面还有几间那个商城，那商城就不继续了，都是普通的商城，没什么特别的商城。然后我是往着那个河边走嘛，那一区全部都是红灯区嘛。基本上很多都已经关了，我经过那里全部都关掉了。现在我来到它的一个新区啊，这里是蛮新的，这里的区还有这家刚刚弄的还没有启动的一个建筑物，然后这里写着就是这个，不懂是电讯的 TV 不懂 station 什么东西。现在我要环着这条路走进去，才是上到山上去的，应该还要一个30分钟吧。有很多人，尤其不是新马的人，因为在泰南这里，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的人经常上来，所以
他们知道太难的东西。如果你们不是新马的人，又不是那个太难的人，其实在这个泰国南部这里呢，以前很多年前呢，它有发生过暴动，对，就是泰国政府的军人和泰国南部的回教徒发生冲突。他们经常是会有那个枪战，有好几次都是那个叫做汽车炸弹，把很多那个游客都炸死了。对，有一段时间那个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的那个游客都不敢上来这个泰国南部这里玩了。有一次最出名的那一次，就是市中心有一家酒店，名字叫做利嘎登，它是非常出名的那家酒店。对，就是那家酒店被炸过一次。所以呢，这一件事情是在泰国南部这里呢，已经是非常闻名、非常出名的了。但是最近呢，在这里呢，他们的关系已经好了很多，就是泰国的政府军人和泰国南部的回教徒，他们的关系已经是非常的良好了，所以这里是非常的安全。来这里旅游、步行什么都好，好像你看我这样，这个是在一个乡村哦，看乡村哦，这里是在乡村，我都敢在这里步行。以前很久以前是不可能的啦，因为这里有可能是用枪来打枪你什么东西的，现在没有了，现在非常安全了。现在要直接上山去，半个小时后见。现在是在半山，也上要半山了。这里四周围都是那个橡胶园，橡胶园就是那个塑料的那个原材料，这些全部都是橡胶园。其实里面它有那个叫什么？它有那个捷径，那个叫捷径。今天我没有用那个捷径，是因为可能不安全，有那个动物之类的。因为东南亚这里呢，经常出没的动物呢是大象、老虎，还有黑豹，还有一个叫做马来熊，还有一些小的那个蛇之类的。因为今天没有什么太阳嘛，在那个捷径那里呢，有可能会遇到这些不想看到的动物，所以没有用到那个捷径，只是用这个道路直接上去。这个是比较远的哦，比较远的一条路，但是不用紧，我有的是时间，是怕下雨吧了。看天黑了，现在再继续走。现在是进入，应该是另外一个部分。这里已经是没有那个叫做橡胶园，它已经是热带雨林了，是森林了现在。所以这一段路呢，要特别小心，因为那个摩托那个车是看不到你的。这里刚才有很多辆摩托上山，骑得蛮快的。它这里的都是弯路，它像那个秋名山的日本秋名山的那个山这样转弯的。这四周围都是森林哦。如果你们一个人爬山，会不会怕这样的路？没有人的，就是那个虫的声音，还有一些小动物的声音，就这样。你看这个弯，他刚才那个摩托骑得很快的，抓一个大弯度上去，一下子就不见了，连他的那个车尾灯也看不到。上到来了，
我看到那个塔，这里外部呢，它是比较简陋的，它有一些花草，还有一大群的狗，就是那个，看到吗？那个塔在里面，还有这里一大群的野狗，一大群的野狗，这个要小心。我进到来了，这个是它的牌子名字，然后下面这里有一个坐佛，隔壁就是一个停车场，然后这里就是这座庙，这个是庙塔。这里好像是非常的冷清，没有多少人上来。这个右手边呢，就是他一些信徒在那里打扫着这个庙。现在我要前往这个，它整座都是用钢铁来弄成的一个庙塔。里面是一些小佛，还有一个八手观音，还有一个坐佛。现在我要往这个庙里去，需要脱鞋。这整座都是用钢铁弄成的，全部都是钢铁。这里入口有三个头的蛇，应该是从这里进的。这个是入口，有2座佛。这个是以前的太王。这里还有可以上去。我已经登顶了，我已经登上来这个顶了，顶部。它有很多那个放钱的那个锅，给你们放钱的锅。这就是它塔里面的情况。啊，上面全部都是全部都是钢铁弄成的一座庙塔。外面锁着了，出不到去了。应该是可以走圈圈的。这个就是汉寨的其中一个打卡的点。它需要上山，如果是你们租一辆摩托车也可以上到来，但是要特别小心那个弯，因为这里上山呢，它有很多小弯，基本上是看不到对面的车来我们的反方向。这里呢，往上再上去，它还有一个电讯塔，也是打卡的。但是我没有上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旅游啊，有时候不是为了去拍照打卡，我们只是一个过程。对，好像我已经是走了大概2个小时嘛，从那个城市那里走过来这里2个小时，它的过程，对，你就是享受那个过程，可以享受那个过程，但是不一定要去到那个目的地，不一定要上到那个最顶楼那里去打卡，就这样，这个就是我旅游的方式。准备下山，这个就是它的塔，
这一次呢，我下山呢，我考虑要用这个捷径，这个是好的路嘛，捷径就是这一条，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去下到那个山，尽量，如果是下不到的话，再倒回来这里，那里是不给进的，只有这条路，这个是捷径，全部都是森林区啊。现在冒险的时候到了，走基本上我已经大概下到来了半山这里，我还没有出到那个马路那里。但是看这个是用另外一个捷径下来的，上面呢它四周围都是蚊子，四周围都是蚊子。那里还有一些凉亭，这里还有一些花，下面还有一个竹林，这里。捷径呢，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也有一点的危险，因为这里我看到这个路呢，有一些那个粪便，就是很大的粪便。我不知道是狗的粪便还是其他动物的粪便，就是这个捷径上面。好，下面是有人住的，下面这个竹林这里是有人住的。看，他应该是在这里是给你们露营的，好像是露营的。这里，那里有2个人。这个是 Koh Hong Hill 他是这位大哥，看大哥，这个大哥他说是1月份才开放，就是那个过年才开放这里给你们去露营，这个是露营地，给你们去露营，还有这里住过夜的给你们在这里叫做什么？ barbecue 就是烧烤吧，在这里可以烧烤，还有在这里可以露营，所以你们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刚才那里有什么 Koh Hong Hill 那里写着，你可以上网去查询，因为在这个路口呢，它完全没有这个露营地的名字，我下到来，从那个佛塔那里下到来才注意到有这一个地方，这个。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来那个哈密的话，可以过来这里看看。有时候你们是露营爱好者的，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点。耶嘿！我终于下了山了，我看到那个马路。如果谁有兴趣步行使用那个捷径的话，这是捷径，不怕那个蚊子，不怕那个动物野兽，还有蛇虫之类的。 你可以认得这个黄黑色的一个建筑物，然后直上去，转左，直上去转左，那个就是捷径，上到那个叫什么？那个钢铁佛塔捷径上去，钢铁佛塔的一个捷径。 上面还有一个给露营爱好者的露营地我回到来这个市区，就是那个哈斋的市区，现在是在一座庙里，他还在建这座庙，还是新的，但是问题我想过对面这里它也是新的这个大佛。 看，有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弄好，还有那里有2座新的大庙，你们看到吗？这个大佛很高啊。现在我找不到它的那个入口过去那个佛那里看，有可能还没有弄好，所以它堵着了，不被进去那里参观。现在我走另外一条路去。
我进入另外一边的路口，这座应该是新庙吧？我在地图上面我没有看到这个名字，应该是新的，在那个合亚中心，就是这个名字 Mahapaya Vidyalaya， 它应该是好像佛教啊，那个道教好像是道教的这个，它又不是佛教，它是像道教，你看。他还弄着哦，他现在还起着那个塔，最主要的那个塔，还有那个神像呢，他也是弄到一半，还没有上完那个金色的那个漆。左边呢，那个佛堂，那个是叫佛堂嘛？佛堂更大，还有一座很高的塔。哦，这里是给你们去学佛的，是一个学佛的学校啊。它还在建着，看，它是一座学校，是给你们来这里念佛的。大智佛教学校，然后那个佛像是在后面。后面有一大栋哦，一大栋的还没有弄好的，现在封顶了，差不多要封顶了。左边那里更大栋，左边这里更大一栋，就是1、2、3、4、5、6、7、8、9层高塔。哦，这个我来那么多次都没有看到过这一栋东西。看，他们还弄着，这前面有一个大佛，如来佛，或者是笑佛，还有这个四面佛。这里还有几个雕像，这座塔，哦，非常高哦。还有后面那一栋学校更大，它那座应该是学校，给你们去念佛的。好累啊！现在还不是最高的那一层，因为这个最高的第2层吧，它有一个大钟，它每一段时间应该是有敲那个钟的。这个大钟，铜钟啊！现在我还在上去，应该是最上的那层楼吧。终于给我上到这个塔了，高塔它高塔最高的那个是佛祖，这里一个小佛祖。等下我要去拜拜，然后望过去，这里就可以看到那个大佛，那个大的坐佛。那里应该是过不了吧？我觉得他还弄着，你看那些还在那个扩充，这个是差不多要封顶了。大佛非常的高呀，非常的大，大概有15层楼这么高。这个是大礼堂，是给他们念经的，应该那个差不多要封顶。然后这里是学校，那里也是学校宿舍，给他们住的、念佛的，给那个学生。在这里谁有上过来这里的？我觉得我是第一个上到来这里吧，游客，我是一个游客，外国人，我算是第一个吧，是不是？看，所以如果是下一次你们来，应该是下一年应该是弄好了这座庙，下一年你们可以拍到很美的那个景色。这个下面，这个就是高塔，我现在是在高塔那里。欢迎来到合亚这个大庙2023，欢迎你们到来。这个是送给经常上来合亚的朋友，
你们又有一个新的打卡的地方。新的打卡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新的佛庙。看我后面，这个就是一个好像那个南瓜形的。看，看不看？我不知道几时会开。这个应该是全部都是韩国餐吧？韩国餐吧，全部。因为它灯笼，你看它灯笼，这个是日式，那个是韩国，它的名字叫做 The Land，The Land， 那个眼镜镜片，它的名字叫做镜片。这个哦，看，啊，它的设计蛮漂亮的。它设计是这样的，那东西还没完全去安装下去，这全部都是那个纸张皮，这个看到了那个名字 ，The Lens， THELENS， The Land。还喜欢在那个海外旅游的朋友。这里是一个新的打卡点，我不知道几时开张，就应该是2023年就会全部开始营业吧。在这个哈加这里呢，晚上有几个夜市。现在呢，我是去离利嘎登最近的那一个，也是最多人的。这个就是利嘎登附近，就是前面就是利嘎登，左边右边全部都是小档口。暂时还没有以前那么多的档口，但是还是有那个夜市的气氛。哦，这里有一些表演啊，那个蟒蛇表演，你看很多人呢。那个小孩子他们都不怕的那个蟒蛇。那里还有一些老鼠。这个是变色龙。这个就是晚上的那个好，越来越多人了。越晚上，那个天越夜，那个人就越多。现在我要买一些大头虾回去吃。这里也是满满的大头虾。200泰铢一个。这里还有那个虾饼，这个是雪蛤，这个大头虾，它还有更大的这个更贵，还有炸鸡，这个是鱿鱼速冻。那里还有一个叫做蛤子，那个蛤子白蛤。哇，这个多少？对，如果你们过来这个哈寨也是吃货的话，晚上过来这里，我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喜欢泰国、喜欢和蔼、喜欢我的视频的，可以按赞、分享、订阅，还有按那个小铃铛。再见。